光与影33号远征队。其实一开始我对这个游戏完全没有兴趣，去年看过一次宣传片，一看都是 CG， 怪物看起来还挺帅的，可惜是个回合制。直到最近出差的时候，突然看到雷亚的视频，好看的场景居然这么多吗？回合制里面还有弹反的吗？配乐真的有说的这么强吗？直到我自己去玩了一遍，这真的是我玩过的最美的游戏之一，就像是一部美轮美奂的奇幻歌剧。33号远征队是由一家法国的游戏公司 Sandford 开发的，而这个公司2020年才成立，之前也没有出过别的游戏作品。大部分游戏我都会先给大家聊一聊游戏哪里好玩，但是这个游戏我一定要给大家先聊一下它到底有多美。这期视频不涉及剧透，大家可以放心看哈。游戏的设定在19世纪末期的法国，这个时候的法国正处于一个充满张力的时期，美好时代。一个超自然生物会姆每年在计时上面画下一个数字，所有比这个数字更大的人都会化为烟尘消失。为了终止这样的循环，人们把剩下1年生命的各位勇者组成远征队，踏上消灭会姆的道路。而你作为32岁的男主，在生命的最后1年加入了33号远征队，踏上了讨伐会姆的征途。相信你也能发现，这种设定下剧情风格注定是充满残酷、悲情和离别的。一开场就刻画了一位有血有肉的女主，但是就在故事的一开头，我们就要亲眼看着她湮灭于世间。这种震撼又无力的离别，再配上这层层递进、深入人心的音乐，这一段是真的要把我给看哭了。怎么上来就给我发刀子啊？I'm here.就是整个游戏的艺术氛围、浪漫与悲剧。其实游戏本身的画面精细度并不是最顶级的那一档，但是游戏的美术是真的无敌。农民城里场景绚烂多彩，人们穿着华丽，整个游戏的画面就像是一幅幅油画。游戏中的地图是用大小地图穿插的形式，大世界就像是一个微缩景观，在大地图中进入每一个小地图的区域，小地图又各有各的特色。就比如说这里有个刷头巾的村庄，里面到处都是这个搞笑刷头巾。这一章的音乐都会变得更加欢快，还有一章的地图全都是面具，充满着诡异和恐怖的氛围。后续的奇幻场景更是美得离谱，有各种充满想象力的设定。游戏中的很多 BOSS 战都让人印象非常深刻，随便给大家放几个场景。这些在别的游戏里面都是顶级的场景设计了。最美的艺术表现，如果少了声音，那一定都是不完整的。就比如说，你要问我《博德之门》玩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战斗是哪一个？那一定就是拉斐尔之战，那首歌余音绕梁，好吧。Hell has its laws. Hell, effects and the cause. 33号远征队的音乐更是令人耳目一新。这个游戏有8个多小时的游戏音乐，先给大家听一个我觉得最有特色的。随便放一首曲子都很有特色，就比如说游戏前期，我感觉就是遇到一个小 boss， 他的音乐都非常的抓耳。我先立个 flag 啊，这个游戏今年必拿年度最佳配乐。
除了美术设计和音乐，这游戏美术的技术表现也是我从未见过的。你可能在网上看到了很多游戏内的剧情过场，一眼看过去就像 CG， 就是那种只有剧情高潮才会用上的制作水平。其实完全不是，这个游戏大部分的过场全都是这个水平应该性。游戏中的这些像 CG 一样的画面，竟然是实时演算的。我买的是豪华版，送了我几件衣服，这些过场呢，都是我穿着我换上的衣服看的。Hey, bonjour, mon ami. 战斗时，主角身上会沾上泥土和血渍，也会保留在过场动画中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游戏的实时演算有这么细腻的运镜，这么丰满的艺术表达的。在这些过场动画里面，大部分的镜头都很有生命力，带有呼吸感。可以说，这个游戏的镜头语言在电影里面都是超高规格的，无论是人物表演还是台词表演，都是经过细细雕琢打磨的。看似大家都在平静赴死。Come on, we always said the future of Lumier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individual life, Yes, yes. do you still believe that? 可真到了那一刻，闭上了双眼，微微摇头，扑朔无措的眼神，还是暴露出了心中的惶恐。人物特写时，你甚至能看到脸上浅浅的泪痕。制作组表达生离死别巨大的悲怆，不是通过撕心裂肺的怒吼，也不是让人尬到抠出别墅的台词，他们去挖掘了人物的微表情和微表演，去带入角色，带入背景，用这些微微颤抖的动作，嘴唇翕张，这些细腻的情感就真的透过屏幕流露了出来。真的很难相信这些新的游戏公司的创造力。反倒是一些老牌游戏公司不知道在干什么。给你们鉴赏一下同为2025年的游戏《刺客信条：影》吧，家人们。Not ours. You give us. 剧情场景酷，游戏内的战斗更是帅得没边。首先，战斗中的技能特效就很华丽，这些特效细看其实没有特别离谱，但是配合极具张力的镜头缩放，让一个回合制战斗的游戏竟然有很强的打击感。比如男主的技能可以叠层数，大招的动画会根据层数的不一样而不同。层数叠满之后，大招伤害爆炸。 For those who come after. 里面的 QTE 判定也会配合着主角的招式动作，所以就算是远程放个闪电，也是渲染感十足的。而且就算没在打架，只是选择技能菜单，游戏内也加入了运镜。你攻击动画帅，怪物攻击动画也帅，他们一样动作极具力量，有些体型庞大的怪物，第一眼看着真的非常有压迫感。在音乐、美术、镜头语言下，战斗就像是在最华丽的舞台场景里面跳一曲最华丽的舞蹈。看着 BOSS 的处决动画，巨长谢幕，让我想要站起来鼓掌。和传统 JRPG 还有些不同，一般的 JRPG 里面，角色放技能是消耗蓝条的，只要蓝够多就可以猛猛放技能。但在远征队里面，角色释放技能消耗的是行动点，而不是蓝条。行动点只有基础攻击和格挡可以获取，格挡和闪避可以说是这个游戏的核心。和动作游戏一样，在怪物攻击到你的瞬间，可以按格挡来规避伤害。闪避和格挡类似，但判定更宽，后摇更短。假如格挡怪物的所有攻击会直接触发反击，也是极具冲击力的。大大嘣，大大嘣，大大咚。但别看回合制弹反，它也是很有挑战的。有些怪快门刀打了6、7下，如果你躲都不躲，甚至能一套把你给秒了。最后，这个游戏战斗就和音乐一样富有节奏感。昨天我在打的时候，我妹在旁边打音游，我愣是一个都翻不到了。平时的战斗如果连续几次弹不到，可能连技能都放不出来。甚至我为了有足够的行动点，装了一个极限格挡的符文。弹反成功呢，就2倍行动点，但是如果不成功的话，就会受到2倍的伤害。每次攻击都有刀口舔血的感觉。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的手残屁股玩家，强烈建议玩简单，游戏体验会好上不少。刚开始其实我有担心过小厂的优化，不过其实我觉得游戏的整体优化还可以。这里还是老规矩，我拿一台我自己用的电脑和一台中高端的机器，还有一台3年前的甜品机器来给大家做个参考。
在4K 画质下，5090预设调到极高，在 DLSS 的情况下能跑80帧左右；4070预设高 ，DLSS 质量档能跑到55帧左右。而为了让3060能够流畅运行，把预设调到低 ，DLSS 开均衡档，运行起来也有45帧左右。你们觉得这个画面怎么样呢？我觉得33号远征队的优化还是不错的，只是在一些特效特别饱和的部分会有非常明显的掉帧。不过它的这个图形预设中有一项很离谱的，预设极高的画面是这样的，有一种雾蒙蒙的美感。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效果呢，可以把后处理从极高改成低，这样画面会清晰不少。其实，在游戏中的一些地方也能看到游戏小厂的一些不成熟，比如说没有小地图，加上复杂的箱庭设计，地图极其容易迷路。有很多玩家也会觉得 QTE 的回合制对手残完全不友好，而且游戏不会闪避和弹反又完全没法玩。虽然场景非常华丽，但你细看，所有的 NPC 都是不会走路的。但是我觉得游戏的长板足够长，可以让我接受很多小缺点。总之，近些年看到太多像骗资本钱一样的垃圾游戏了。但是这部游戏让我看到了游戏行业新的血液，对第9艺术的全新理解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真的非常推荐你去尝试一下。可能它不一定是最好玩的游戏，但是它真的很美。有没有通往6月26号的时光机啊？下一个我最想玩的游戏是《死亡搁浅2》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Till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